哪一个不知道華為的真實身份呀？他是解放軍總參，國安的這個背景是非常清晰的呀。超級國企，於總跟習近平面對面，他在給習近平訓話呢，他這麼做。很不屑的樣子，很放肆的樣子。知道的是習近平是中國一把手，在跟民營企業開會。你不知道的，你還以為虞美人是一把手，他在給習近平訓話呢。習近平同志呢接見了中國的民營企業代表，讓我們縱覽一下接見民營企業代表的這個整個過程啊。這次的規格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因為他跟李強總理都出來了，還有主管副總理、主管的這個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一把手。這次是力度空前。我認認真真看了新聞聯播的10分鐘的特別節目啊，給我的感覺呢就是為父歡顏強作戲，就是習近平我們的偉大的皇上，我們的聖上，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是民營企業災難的核心，所以呢，談笑風生，跟大家如數家珍。通篇講下來呢，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給這個特別節目10分鐘，其中習主席講話佔了9分30秒，說那還可以吧，30秒是民營企業的講話，錯。剩下30秒是進會場握手和離開會場時握手，以及大家嘩鼓掌。那麼民營企業代表的講話以及民營企業代表發言的內容，在特別節目報道中1秒鐘都沒有出現。我們不知道民營企業代表講了什麼，在座的幾位民營企業代表也都講話了，我們不知道講了什麼。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這是一個他的獨角戲呢，沒有必要呀。如果這樣的話，你給大家做電視講話就得了，還用弄到北京去嗎？這是第一。第二呢，在這場令人矚目的盛會中，出現了一個不和諧的代表，就是所謂的民營企業代表的老大啊 ，ABC 那個 C 位啊，就中間的位是任正非同志。華為為什麼說它不合適呢？因為它不是民營企業呀。這個民營企業指的是必須是老百姓幹起來的，非官商的，這才能叫民營企業。你是做朝廷生意的呀，你怎麼能恬不知恥？你他媽華為什麼時候是民營企業呀？華為是民營企業嗎？中國的金融界、中國的企業界、經濟界，哪一個不知道華為的真實身份呀？華為不但不是民營企業，它是超過國有企業。對不對？他是解放軍總參，什麼國安的這個背景是非常清晰的呀，所以他才能做通訊呀。所以他怎麼能作為民營企業代表呢？這是滑天下之大稽。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個位置一坐，這事兒整個就是蠻擰錯着的。民營企業代表任正非，他坐在 C 位，他第一個發言，這個令人非常不解。假民企確實搞笑的盛會，對不對？第一是老習又霸屏了啊，又霸屏了。你媽本來是民營企業要跟他對話的，結果只聽他一個人說，不知道民營企業說了什麼。這此其二，民營企業的第一個代表是假的，水貨，那是個他媽的超級國企。華為。第三，這裡邊有一個叫虞美人的虞美人啊，就是虞美人的於總啊，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認為這是全場裡唯一的亮點。老於的出現給我們出了一口惡氣，滿網都把他給罵廢了。中國的網，他的股價因為這個事兒都跌了，就別人的他的股價都在漲，老於家的股價一會兒上一會兒下，上蹿下跳的。為什麼呢？他那個坐姿啊非常放鬆，與其說是放鬆，不如說放縱。他正好坐在習近平對過，因為他坐任正非旁邊嘛，基本上就是跟習近平面對面。你知道的是習近平是中國一把手，在跟民營企業這幫肥豬開會。你不知道的，你還以為虞美人是一把手，他在給習近平訓話呢。我給大家學學他怎麼做啊，他這麼做。當然，有人說他是腰椎間盤突出，這個腰椎間盤的，那麼很不屑的樣子，很放肆的樣子。腰椎間盤突出的病人我們見過，腰椎間盤突出帶着表情突出啊，這個呢就我們沒見過。所以這個虞美人同志呢帶着表情包突出，一會兒我們重點介紹他，這是第三個，這是唯一的亮點啊。別人呢像馬雲之類都陪着笑啊，訕笑啊，一個演員戲子的附身的狀態，包括雷軍拿個小筆拿個小本，雷軍假裝自己很認真的樣子。只有我們的於總，哈哈，非常放鬆哈，以腰托為名，非常放鬆。腰不好，對，腰不好，完了臉也是那樣的，不濟。腰不好，你可以這樣啊，比如說老王，你看我這個政治表現就是這樣啊。比如說我腰托，但是我會這樣，拿個本拿筆這樣，哎，這樣。斜着點這樣記，哎，我絕對不會這麼呆着的，別人都在記，自己不記嘛，所以這個是咱們這個第三個看點。這個今天已經微博上已經把他罵喧乎了嘛，這個特有意思啊。第四個呢，就是這次會議呢，雖然是一次假大空的會議啊，充滿了習氏時代的特色，就是沒有一條是具體的。老習在上面講了好長時間，看了新聞聯播也給他做了稿子總結，我沒總結出來任何一條實際的，沒有一條實際的，全是4-6評文，就跟那個對聯一樣啊，充滿
滿了這個文學色彩，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对诗对对子大赛呢，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参加这次民企座谈会，因发言太过松弛，维尔股份于仁荣，他叫于仁荣，究竟是什么来头？我查了一下，于仁荣宁波人啊，那是正儿八经的民营企业。66年出生，85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这你就知道了。66年、85年，那他是正儿八经高3考进去的。宁波考清华无线电系，这是个妥妥的学霸，所以他看不起老习，太正常了。那这是妥妥的学霸，那学习成绩应该比我们都好。然后创业做自己的老本行。这个是个很牛逼的企业，因为发言姿势太屌了啊，听讲的姿势也太放松了，被批惨了。这次会議，于總啊，于仁榮把馬雲、任正非、劉雲好、馬化騰全部蓋言，全部給蓋住。會議形式依然是代表按指定位置就坐，按規定次序發言，發言稿提前幾周上報會務組，中央審查，嚴禁即興發揮。習主席獨霸全場啊，又給所有的人指明方向。除了虞美人的表現和坐姿之外，民營企業其他的企業家表現出標準的奴才坐姿。那麼按照山河四省儒家文化的精髓，座次是大有講究的。重視什麼？要發展什麼？下一個行業熱點是什麼？下一個中國的週期政府傾向是什麼？盡在此中。座次我給大家分析一下，中央前排就坐的是前排第一排正中間，第一位任正非，第二位劉永好新希望，第三位王傳福比亞迪，這是 C 位三人。然後左手左為尊，左手4位座次是第一位雷軍，第二位於仁榮，維爾股份就是剛才那位放鬆哥啊，齊向東，齊安信創始人，齊向東我還真不知道，齊安信公司也不大，1000多個億的市值，齊向東這個人的出現非常非常不好，給我的感覺非常不好。第7梁文峰 DeepSeek 啊，這是左手，是文官系列，左手為尊，武將系列崇文宣武嘛。第一排右手第一位馬雲啊，阿里巴巴，第二位曾毓群寧德時代，3南村輝正泰，4冷有彬飛鶴乳業。這裡邊的意外是冷有彬怎麼來了？他是食品安全牛奶行業的飛鶴乳業的創始人，但是他輪不着他呀，中國乳業4大巨頭沒有他呀，所以蒙牛、伊利啊都沒有出，然後出了一個他，好奇怪啊，所以這個是唯一的一個意外。那麼南村輝是做小家電小電器的，正泰那個也是資深的浙商實業企業，這個不用說了，這個是確實是世界應該算是第一啊。寧德時代不用說了，寧德時代是電池的世界第一，但是大家注意沒注意，沒有大疆、抖音、TikTok， 沒有百度、臉紅，這是缺席的幾位重量級人物啊。當然民企的最大的代表，我們的首富鐘閃閃沒來，農夫山泉沒來哦，還有劉強東也沒有來。那麼馬雲來了，劉強東沒有來，這是缺席的幾位。那麼馬化騰、馬雲雖然到了，但是淪為陪襯。剛才我講的第一排 A 區、B 區、C 區座次大有文章。在中國這樣的一個集權儒家社會，會議排名、座次安排、發言次序，甚至面向主席台的角度，每一個細節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拿捏的死死的。那麼其象徵意義、風水八字都可以說是被完全推演過的。那麼通過這些東西，我們能夠解讀出來什麼呢？政策紅利將如此分配，就是習時代，下一個時代就是他要搞民營經濟了，他沒辦法了嘛，那他要往這個方向傾斜。第一，華為任正非發言第一名，意味着科技自立將是老習追求的核心價值觀。雖然它不是一個純血的民營企業，但是呢，華為象徵着中國突破美國制裁的希望。因為上一任川普總統任上，制裁華為是川普的最大的一招，所以這次就讓任正非第一個發言，針對美國川普制裁的意味是有政治意義的，尤其是華為在半導體、AI、通信技術、造車等等上的突破，是老習打川普臉的這樣一張王牌。第二名王傳福，王傳福就是比亞迪新能源汽車 EV， 比亞迪等於新能源汽車，所以表明中國非常重視新能源汽車電車。第三名劉永好新希望，劉永好可以算是常青樹不倒翁。劉永好，劉氏企業，劉氏家族在四川的這種代表非常非常不容易。為什麼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劉永好跟周永康關係非同尋常。劉永好是深深的捲入周永康案。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政治背景下，
到處肅清周永康餘毒。哎，刘永好没事儿，还能坐在他媽的前3名代表上，这个是说明什么？说明农業現代化、農業安全、糧食安全是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的方向。這是第3個，農業。第4位，重要的第4位就是於總，於美人，異軍突起，之前沒有什麼人重視，叫維爾股份，因為它的市值也不大。如果照市值的話，人家馬雲是他是10倍不止。於仁榮所做的行業是半導體芯片和國產供應鏈，他這家企業是中國最大的半導體設計企業，他的座次如此靠前，意味着中央政府堅定地推動芯片和半導體的國產化，要加快突破這個卡脖子的環節。第5個異軍突起，也是在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的，叫王興興啊。王興興是機器人產業的國家級布局，他代表的企業是宇樹科技。宇樹科技是中國版的波士頓動力，自打波士頓動力機器人開源之後，宇樹科技做的比他們還好。所以呢，它作為一個機器人 AI 製造的前沿入席，說明未來幾年機器人替換人類的各個行業將是中國製造業升級的重點方向，政府扶持力度將會非常之高。第6位，意料之內，也在情理之內的，但是排序相對靠後的就是雷軍小米集團。它雖然在第1梯隊，但是它呢只排到的第6位啊。那麼它的特色就是智能硬件、汽車 AI 生態。雷軍的座次意味着中國政府認可小米的製造模式，也就是低成本的抄襲山寨，發揮中國的優勢的這種智能製造、智能汽車，表明國家正在扶植具備全球競爭力的這種企業。那麼下一個梯隊，這是第1梯隊有發言資格的剛才這幾位。那麼下一個梯隊就是出現了但沒有發言的，是我們的2級優先權企業新出現的，叫奇安信。網絡安全、數據安全是政府高度重視的新的內容，對人民來說是不好的消息。這就意味着大家進一步會生活在1984的時代，所以這個人叫齊向東，公司叫奇安信。第2梯隊第3位就是冷有彬，飛鶴乳業食品安全。不知道冷有彬在這裡邊是為什麼啊？我不理解，冷有彬他媽輪不着他，應該是有什麼特殊關係吧？沒有理由把他排到馬雲前面。我操，這簡直他做夢都自己沒想到吧？馬雲互聯網資本降級，馬雲是互聯網行業的互聯網加的唯一的一個坐在第1排的，非常的令人詫異。因為以前的中國政府時代，互聯網加就李克強的時代，互聯網加是核心中的核心。再上一屆江澤民、朱鎔基的2屆時代的話呢，那馬雲互聯網加可以說是中國的風口皇冠啊。那麼這次呢，淪為第11位，說明互聯網資本全面降級，座次靠後，而且沒有安排任何發言。那麼說明政府對互聯網企業的熱心非常謹慎，態度非常保守。互聯網行業、互聯網加不再是中國的增長核心，那麼中國的增長核心將向科技製造和新能源傾斜。第13位，寧德時代。寧德時代全球領先的動力電池、新電池、鋰電池企業，雖然它的座次依然排後，也沒有發言，但是是中國新能源的戰略支柱企業，長期地位並沒有發生變化。那麼說明中國經濟的增長點已經明確，科技自主、新能源、高端製造、AI 製造、機器人和農業安全是新一段未來的新的方向。那麼互聯網行業、互聯網資本全面降級，往後排。馬雲、馬化騰，包括李彥宏都沒有來，包括劉強東啊都沒有來。機器人產業正式進入國家戰略的風口。王興興，宇樹科技排名第5，這是機器換人這個時代我們看到的新的未來，說明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對於高科技的發展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這是一個正兒八經的國家戰略，也是非常正確的啊。新能源仍然是未來10年最穩定的投資主線，比亞迪、寧德時代、正泰高達3席啊，在前10名中高達3席。那麼未來10年這些行業，包括硬件製造、新能源、智能製造，將是中國的重點發展方向，這也是我們能夠認可的世界未來高科技的發展方向，也是美國的發展方向。那麼也就是說，中國跟美國的爭霸正式拉開帷幕，雙方的爭霸重點高度重合。中國政府要做的幾乎是美國政府完全是一樣要做的。這話可能說反了，應該是中國政府要做的就是抄襲美國政府要做的。美國政府要幹什麼，我們就要跟着他幹，而且要幹得比他好，比他快。所以這個就是中美之間爭霸大旗拉開。高端製造行業 AI 新能源完全壓倒了互聯網行業，互聯網風光不再。那麼網絡安全的異軍突起就是奇安信的出現，說明網絡安全成為國家的戰略基礎。任何國家、任何企業、任何公民在中國都將面臨數據安全接受中國政府監督的這樣一個關。好吧，那這就是我們解讀這個會議的主軸啊。這個會議可以說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對於民營企業的最大的一次關照了。
了。這是老習執政以來對於民营企業，第一，從來沒有這樣過，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過。那說明什麼？說明他也沒辦法了。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後凄凄慘慘的過程中，唯一能夠有亮點的，無論是 DeepSeek 還是语数科技，唯一能夠讓世界亮一下子还是比亞迪，全是民营企業。那麼習近平在其執政前10年，心心念念喊的做大做強的央企和国企，没有一个給大家留下任何印象。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席捲票房的哪吒，也是民營企業，民間人民的力量，你跟你共產黨實際上沒有任何關係。如果說唯一的關係就是你沒有共產黨沒有親自領導，沒有親自指明方向，所以哪吒2就出來了啊。如果派個廣電總局局長領導餃子，中宣部部長親自指導餃子的工作方向，餃子就胎死腹中了，哪吒也胎死腹中了。所以走投無路的習近平終於認識到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所以開了這麼一個可以說是戰略性的大會。執政12年，第一次這麼重視民營企業。那麼雖然依然的是空話，但是呢方向把得很準啊，這個不得不承認，方向把得很準，是事實啊。那麼力度如何呢？拭目以待吧。而且事實證明啊，中國人的創造力啊，民營企業的創造力，事實證明擺在那兒呢。現在獨裁者不也得下來跟民營企業，不也得跟民營企業家賣笑臉嗎？雖然我們都不相信他是真心的，但是他是不是在賣笑臉啊？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的民營企業做大做強。雖然過去的10年，尤其是最近的這7、8年，中國的民營企業面臨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和打擊，但是呢，我們希望蒼松翠柏，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將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做大做強，中國的民營企業能夠產生中國的資產階級，穩定的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實現中國的民主與法治啊。雖然現在聽起來遙不可及，像個夢，但是有總比沒有強。單純的依賴獨裁、依賴共產黨、依賴國有、依賴官本位是根本沒有前途的，也幹不過美國，那也幹不過美國，被美國幹躺下遲早的問題啊。雖然美國的問題也很多，但是呢，中國如果那麼幹的話，那就是死路一條。